有的小软糖平时看起来很老实，吃它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冰箱里总有一些消耗不掉的水果，越积越多。叶子打算把它们变成超好吃的神仙软糖。首先就是这个猕猴桃，酸到不仅没人吃，放了3周了，虫子都不吃它。来给它做一个脱毛 SPA。别光溜溜啦！因为又酸，吃起来又麻烦，成了冰箱里剩的最多的水果。来把它过滤一下，这样吃的时候不用涂籽。葡萄生前是长这样的，可能因为长得太奇怪，所以大家都不敢吃它。橙子，它很甜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它的衣服裹得实在太紧，我懒得扒。同时被剩下的还有零食备烤的棉花糖。叶子决定用它做成糖果的内心，加黄油炒一炒，拉丝的效果比芝士小朋友还要优秀。你们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糖果是什么？加一些奶粉，又奶又黏，就好像……哎呀，撒你一脸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擀一擀，再卷一卷，充分混合好，擀平到大约60张绿色钞票的厚度。为啥不是红的？你看我有吗？切成均匀的条，就能得到一堆奶糖棒和一副窗花。接下来给它穿上水果的衣服，还是这口锅，据说全部材料放在一起要45分钟以上才能熬好。那就先把果汁单独收干，再和糖浆淀粉混合，至少能节省5分钟以上的时间。那再加入黄油和超难喝的柠檬之后，大火熬，一定能节省更多的时间。好像是有点氧化，问题不大。糊了，成功省下了之后步骤所需的所有时间。失败总结：火太大，熬太久。其实熬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就该住手了。更高粱的糖糖，点心奶茶棒棒。这2位作为糖果界的拉丝王者，首次合作会是什么味道呢？又把葡萄味的重新做了一次。猕猴桃汁，叶子要尝试一点不一样的。软糖外皮，混合的材料煮到微沸后，加入超级粒的吉利丁，有效减少翻车次数。闻起来是类似果丹皮的清香。请把糖打在公屏上，光滑透亮又不扭不扭的。静置一晚，微微的风干外皮。剩下的卷起来，单独吃。拜托，点个赞吧！高粱饴和软糖版，你更喜欢哪一种？高粱饴版的方法1：撕着吃。拉丝优秀，加热以后超级软。第一次自己创新的奶糖居然还不错，奶香和果香非常搭。软糖版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口感。经过了一整晚，内馅吸收了外皮的水分和风味，变得柔软湿润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软糖了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次的创意，拜托关注、点赞、投币或者收藏，支持一下吧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嗨，你好呀，我是叶子。往年的万圣节，我做过阴间的美食，上盘红菜，说的轻快，着实难猜。阴森的美食，今年叶子要做一点阴阳交界的。你好呀，我是叶子。这个博主做的骷髅蘑菇汤有趣又不过度阴间，叶子打算试一试，如果成功了，我要给他们安排最可爱的南瓜碗和超豪华的海鲜汤。我买的是白玉菇，你要是技艺高超可以选金针菇。怎么越雕越觉得似曾相识，好像在哪见过。哦，如果万圣节要你扮演一个人物，你会扮演谁？括弧不当然也可以。出不去了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
觉得小蘑菇麻烦的小伙伴可以买这种白菇，雕刻出浅浅的表情，戳出2个出气孔，再用塑形棒或者筷子按压，1碗汤放5、6个就够。最后一个蘑菇雕好了，我收集了这10几种食材熬一锅汤，来配我那10几个蘑菇。激下冷水，怕它感冒，我贴心的加了姜。沸腾后捞到另一口锅里熬汤。利用鲍鱼的先天长相优势，我们把它雕刻成小幽灵的样子。丢脸！这锅就叫鬼跳墙吧。和京葱、贝柱一起熬6个小时。跑了3个超市才买到的小南瓜，可爱吗？和这些巨无霸比起来，它就是个1天的宝宝，还买了个刚满月的。和往年一样，土豪们的万圣节装饰比赛已经打响了，而拒绝内卷的我，别人家我家，别人家我家，别人家我家。图案是你们之前投票帮我选的，奶凶奶凶的7号，用食用色素笔画上图案，这样就算画错了，一擦就能掉。他哭了，是残酷的。需要切割的深度大约是2毫米。遇到绿色的筋要削干净，不然看起来会像牙齿上有菜。当当！现在正在做的是开瓢手术，掀起它的天灵盖，掏空它的脑瓜子。紧接着这个满月的南瓜，在经过叶师傅的一番精细的操作后，成功迎来了开瓢环节。掀起它的天，掀起，掀起，掀起。他的小脑瓜子变得就好像，要不里面烧干一点，拿这个先试试。效果不错，这个就不烧了。试验品的南瓜去皮，打成泥，倒入炖了6个小时的汤底，把材料依次码进锅里。金华火腿我是第一次吃，味道有一点像咸蛋黄，但是油脂带来的特殊风味是咸蛋黄没法比的。再炖2个小时。你看这个橙色的东西值不值得一个赞？又拿去蒸了10分钟，蘑菇还看得出是个骷髅，南瓜碗也没有变形。各种贝类、鱼、虾不一样的鲜浓缩成了这一小碗精华，没有加1粒盐，汤里的咸味都是火腿带来的，一勺下去，嘴巴都要粘在一起了。接着我感受到的是钱包痛，我估计1年就吃这一次了。总之，叶子祝大家万圣节快乐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烘干南瓜灯的想法，但我劝你们不要，因为你好呀，万圣节快乐！